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杏仁核、海马体、西塔波耦合与恐惧学习。这项研究由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与剑桥大学联合完成。他们利用颅内脑电图技术，直接记录人类大脑深部活动。论文发表在2026年的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。核心发现，杏仁核与海马体通过不同频段西塔波对话。恐惧写入时，杏仁核在低频段主导信息流向海马体；恐惧擦除时，海马体在高频段发送安全信号压制杏仁核。这一机制揭示了恐惧记忆形成与消退的神经密码。它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的治疗提供了精准靶点。本页从核心痛点、硬核突破和颠覆发现3方面概述。创伤后应激障碍与重度焦虑困扰数千万人。传统恐惧消除机制长期以来是未解之谜。科学家利用颅内脑电图技术，以毫秒级精度直击人类大脑深处，观测以往无法看到的脑波。擦除恐惧并非单纯遗忘，而是切换无线电频道。大脑从低频3至5赫兹切换到高频6至8赫兹，主动释放安全信号，压制恐惧中心，实现擦除。大脑的经典条件反射机制将中性信号与危险建立牢固联系。这是一种保护生存、避免伤害的防御性本能机制。当危险解除后，大脑无法识别环境已经变得安全，恐惧反应被锁定，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焦虑症。系统失灵的根源在于这一机制无法更新安全记忆。究竟是哪个生物学齿轮卡住了？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调节这个恐惧开关？这正是该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。杏仁核被称为情绪引擎，负责侦测威胁并触发恐惧反应。它就像大脑的警报器，时刻扫描周围环境中的危险信号。海马体则扮演情境管家，负责形成记忆并判断当前是否安全。海马体告诉我们此时此地是否安全，从而调节情绪反应。在大脑解剖图中，粉色标注了杏仁核，青色标注了海马体。两个区域之间有发光的电信号连接线，代表它们持续通信。核心机制是情绪的失控与平复取决于这两个脑区如何对话。恐惧记忆的写入与擦除就发生在这套对话系统之中。过去的技术无法同时观测深度与速度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看深，但血流反应需约5秒，它完全跟不上毫秒级的脑电波变化。头皮脑电图速度虽快，信号却太浅，它无法穿透大脑皮层，探测不到杏仁核与海马体。颅内脑电图直接植入大脑深处，它既深又快，精准记录局部神经元对话。这正是本研究得以破局的核心武器。深部立体定向脑电图将电极直接植入大脑深部。30位难治性癫痫患者提供了珍贵活体数据，他们体内植入的深部电极记录局部神经元活动。设备采用1000赫兹超高采样率捕捉微观电活动，这种高精度能够直击毫秒级电活动瞬时变化。最关键的是，只选取非癫痫发作区的健康触点，这样就能直击杏仁核与海马体情绪核心区域。因此，这项技术成为破解恐惧回路的关键手段。实验第1天执行恐惧写入阶段，屏幕上先出现三角形，持续2000毫秒，紧接着展示令人不适的负面图像，来自 IAPS 刺激库，圆形则搭配中性场景作为对照条件。结果显示100%的强化学习被建立，大脑形成了死板的等式，三角形等于危险。恐惧记忆在这一天被正式刻入神经系统，这是整个实验的认知起点，为后续擦除埋下伏笔。第2天实验再次于24小时后开始，三角形单独出现且无后续负面图像，圆形也同样单独持续2秒，无任何刺激。反复多次安全暴露后，大脑开始更新认知，它学习到新等式，现在三角形等于安全。恐惧反应因此成功被逐渐抑制并消退，它成功将三角形重新标记为安全刺激。恐惧擦除是主动的安全学习，而非遗忘。大脑脑电波分为不同频段，各有独特功能。西塔波范围3到8赫兹，被称为记忆与情绪节拍器，它负责处理深度情感体验和空间记忆信息。阿尔法波频率8到12赫兹，是维持警觉的关键频道，它参与注意力集中与无关信息过滤的过程。伽马波频率30到45赫兹，对应局部神经高速运算。当大脑处理复杂任务时，伽马波活动显著增强。本研究重点关注西塔波在恐惧学习中的关键角色。摄图中伽马与西塔频段呈红色，
这意味着杏仁核正在全力释放恐惧信号，擦除期整体能量降低，主要频段变蓝，杏仁核的活跃度甚至降到了静息基线以下。这表明大脑并非被动遗忘，而是主动冷却。主动降温是恐惧成功被抑制的关键机制。杏仁核的兴奋与抑制直接决定恐惧记忆的存亡。海马体在恐惧写入期使用阿尔法波保持警觉，它利用8到12赫兹频段监控危险环境。当进入恐惧擦除期时，海马体切换频道，能量从阿尔法转移至3到8赫兹的西塔频段。这一转变标志海马体开始处理安全记忆，它不再保持警觉，而是积极写入新的上下文。海马体成为擦除恐惧的关键处理器。频段切换使得大脑能区分危险与安全。杏仁核的西塔波强度与主观恐惧评分呈显著负相关。散点图的数据点聚集在一条负斜率趋势线周围， R 平方值为 0.48， 显著性 P 值等于 0.01。 患者恐惧感越强，杏仁核西塔波反应越剧烈。采用负面到中性的效价差值作为主观指标，这表明杏仁核的西塔波可作为衡量恐惧的生物学签名。它不依赖患者口头报告提供客观的神经生理标记。这一发现为 PTSD 和焦虑症的量化评估提供了新工具。研究人员发现，高频电活动对恐怖和中性的图片响应几乎一致。高频活动代表神经元集群的激发强度，两类图片在大脑基础视觉处理中同样努力工作。真正赋予事物恐怖或安全情绪标签的不是高频，而是连接不同脑区的低频电波网络。这一发现揭示了情绪编码的本质机制。恐惧感并非单纯由局部爆发的高频活动决定，跨脑区的低频同步才是情感标签的关键。加权相位滞后指数专用于测量脑区同步，它能排除体积传导干扰，确保测量真实同步。该指标专门检测杏仁核与海马体的相位锁定，当两个区域脑波步调一致时，就构成同频共振。这种共振意味着它们正在进行内部通信。量化这种同步强度是揭示恐惧回路的关键。WPLI 为研究者提供评估脑区沟通的工具，它让大脑内部对话变得可测量、可分析。核心发现是大脑在学习恐惧与安全时切换频段，写入恐惧时低频西塔连接减弱，高频增强；擦除恐惧时低频西塔连接增强，高频减弱。两个频段的变化完全相反，形成双重分离。大脑并非使用同一通道处理恐惧与安全，而是物理切换到不同无线电频段。低频西塔承载安全，高频西塔承载恐惧。这一发现为精准调控恐惧记忆提供了靶点。仅仅知道两个脑区在同步还不够，必须找出谁在主导对话。转移商是一种不依赖线性假设的数学工具，它可以破解复杂系统中的因果关系。通过测算转移商，我们能看清信息流向，是情绪蒙蔽了理智，还是理智安抚了情绪。这为揭示恐惧记忆的因果机制提供了关键方法。转移商的结果将直接解释恐惧写入与擦除的神经回路。恐惧写入期3到5赫兹通道转移商明确，杏仁核到海马体的信息流占据主导地位。杏仁核强制向海马体发送危险信号，它命令海马体将恐怖体验刻入记忆。这揭示了恐惧记忆形成的核心神经回路。在低频通道内，情绪引擎完全掌控对话，此时海马体被动接收，无法评估安全上下文。这是大脑在危险预警下的保护性反应机制。在恐惧擦除阶段，大脑的对话主导权发生彻底逆转过程，海马体利用6到8赫兹频段成为新的主导者。转移商显示，信息流向从杏仁核彻底转向海马体，海马体向杏仁核发送强烈的安全上下文信号，这个信号强制关闭了杏仁核的恐惧警报引擎。杏仁核不再主导情绪，反而被海马体有效压制。这是大脑主动覆盖恐惧记忆的关键控制回路。该机制为精准神经调控 PTSD 提供了靶点。动态因果模型为恐惧回路假说提供了关键验证。在3至5赫兹的低频段杏仁核到海马体的方向，该方向的贝叶斯超越概率为 92.3%。在6至8赫兹的高频段海马体到杏仁核方向，其贝叶斯超越概率高达 94.9%。这两个频段相互独立且控制方向完全相反。数学建模与生物学观察在此实现了完美印证。该发现为恐惧回路提供了坚实的因果证据。相位振幅耦合是跨频相互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。海马体的低频相位就像是一位乐团指挥家，
它精准地控制着杏仁核的高频振幅和节奏。这一耦合在恐惧擦除阶段发挥关键核心作用。海马体的平缓慢节拍强制压制杏仁核电活动，从而使杏仁核的过度电活动被强制有效抑制。这种跨频耦合揭示了精细的微观层级控制方式，为理解恐惧擦除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新证据。传统观念认为，克服创伤就是清空糟糕记忆，然而本研究证实，恐惧的神经连接从未被删除。所谓的恐惧擦除，实际上是主动写入全新记忆。海马体在6到8赫兹频段写入全新抑制性记忆，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安全学习，而非简单遗忘。新记忆在物理层面相互竞争，并封印旧的恐惧。旧恐惧的连接依然存在，但已被压制并覆盖。这解释了为何创伤记忆难以被真正消除。这项研究首次锁定恐惧写入与擦除频段，3到5赫兹的慢波负责牢固刻入恐惧记忆，而6到8赫兹的快波负责安全擦除恐惧。这两个频段已成为 PTSD 治疗的精准靶点。未来经颅磁刺激 TBS 可精准调谐这些频率，以此人为放大海马体发出的安全信号，从而主动压制杏仁核的过度恐惧反应。这是精神医学领域的一次重大范式突破，让大脑自己学会勇敢成为可实现的未来。